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七的频道。前段时间呢，我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在都柏林的有一家星巴克，有一位巴西籍的员工，然后在为一位泰裔的爱尔兰人服务的时候，可能一下忘记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就在星巴克的杯上画了一个眯眯眼的图样，然后呢，这个泰裔的爱尔兰人呢，觉得他被种族歧视了，被侮辱了，然后就把星巴克给告了。最后的结果呢是，星巴克赔偿了12000欧元，并且向这个泰裔的女士道歉。我其实之前有聊到过一些种族歧视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最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再稍微深深的聊一下，然后结合一下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例，跟大家讨论一下种族歧视的那些事情。然后我当下其实有跟朋友聊过这件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有什么？他觉得大惊小怪。因为他跟我讲，就是说在欧洲人的眼里，对于亚洲人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小小的眯眯眼，其实并没有什么歧视的意思。然后说实话，就是说现实就是我们的眼睛可能会比他们的眼睛，总体来说或者是普遍来讲是小很多的。然后很多，其实欧洲人喜欢亚洲人，或者是找亚洲的男朋友、女朋友，都是可能会倾向于去找那种小眼睛的、有东方特色的，在他们眼里是认为是一种东方特色。所以说，按照我朋友的说法，就他跟我讲说，如果按照那个泰国裔的那一位女士的说法，如果别人在她的星巴克上杯子上画一个大眼睛，然后一个笑脸，他也有权利按照他的逻辑去告星巴克，因为他是属于对他五官特征的描述，也是属于一种种族歧视。通过这件事情呢，我后来又联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有一次我去照相馆照相，然后他照完以后给我看，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再照几张，因为我感觉我眼睛没有睁开，然后他就稍微有点不耐烦的跟我咕哝了几句，就是说意思是你们亚洲人眼睛就是这么小，可能再照也很难照大。我当下其实觉得有一点被冒犯到，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多照几张，照到我满意为止？而且我们只照了一次而已，一次他可能咔嚓了几次。我当下其实蛮觉得被冒犯到的。然后后来，想也没什么很大的事情。然后后来在生活久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说在大部分眼里，他们去讲我们一些五官特征，其实没有真正的恶意。我觉得好像是一种就深植于他们内心的，就是一种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事实，他们讲了无所谓。就觉得如果你的皮肤是黄色，我就说你是黄皮肤的，或者是你是黑皮肤的，跟说你是小眼睛的或者是大眼睛的，没有什么会感觉到我们被冒犯的那种意思。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和我讨论这件事情的朋友，还是在星巴克的这位员工，或者是跟我照相的那一个人，我觉得这一些人，我大概把他们可能会归类为这下面的3类。然后第一类是他们确实觉得你眼睛小，就说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不管是在杯子上画还是直接跟你说，他们没有太大的恶意，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就是由于被西方媒体的一些宣导，就他们会有一种白人的优越感，然后觉得你是来自第三世界，来自亚洲，他会觉得你比他低，然后会稍微有一点歧视的味道在里面。然后第三种就是完全就觉得你是来这边，你知道抢他们工作的，或者是来这边吃他们福利，然后好吃懒惰，就是完全嫌弃你、歧视你的。我觉得有这3类人。首先，种族歧视在西方其实是一件非常敏感、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今天
讲这个主题呢，其实就是想讨论，如果你在国外的话，遇到被种族歧视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然后我个人觉得比较理性的方式，首先你要区别歧视你的那一个人是属于哪一类人。像一般来说，如果是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我刚刚讲的话，我会就算了，因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能是别人无意的。但是如果是介于第三类，就是说你能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他是对你故意的或者是恶意的造成歧视的话，如果你当时在公众场合有摄像头或者是有证人，然后你能够及时掏出手机录音，你觉得你告他，你可以让他受到惩罚，或者是你可以得到赔偿，不管是口头的赔偿还是经济的赔偿，在这种情况确立的情况下，我个人会选择告他。另外一个层面，其实很多人知道，如果你自己去告的话，特别是如果当时的歧视发生在公众场所，都是可以告赢的。所以有可能在这种屡见不鲜的社会新闻，你知道经常出现，我们都听到那个告赢了，这个告赢了，就会促成很多人利用这一点，然后去可能在和白人相处的方面上一不开心就说别人歧视他。其实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在我身边的朋友就告诉过我很多事情，然后就觉得就是可能会利用这一点假装玻璃心，然后一直去吓唬别人。我觉得这一点如果是站在这一个立场，可能也是不怎么道德、不怎么合适的。讲了这么久，总算到了我标题下的那个内容，我被歧视的这个内容，然后应该算是我间接被歧视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开始是有一天早上，然后大概7点钟左右，我刚进办公室，然后其他同事陆陆续续的也进了办公室，然后我泡了一杯咖啡，然后开了电脑就坐着，还打着哈欠，就是刚刚睡眼惺忪的在那边准备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然后离我坐的大概2-3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位置的话，碰巧也是一个巴西人，然后我就听到他在和客户讲话，越讲越不耐烦，越讲越激动。我刚开始没有在意，因为我真的是还挺困的。然后后来我就听见他按了那个静音键，你知道电话的静音键，你按了会哔一下。我说，他按了一下静音键，我就注意到了。然后他就破口大骂，他就说那个 F 开头的那个单词，然后加 Chinese， 就是 F Chinese。他就在那边讲了大概1-2句，然后又把它按回去了，就是把静音键又取消，然后又开始，你知道用专业的态度对客户讲一些内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当时我不知道，就是有一股气就立马的冲上脑门，因为他虽然不是对我讲，但是我想他难道不知道我坐在，他是肯定知道我坐在他后面的，然后他是肯定知道我是中国人，然后说我在想，你这样不就是明显的，就是你也在办公室用这样的词语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而且当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因为早上大家都陆陆续续进来了，而且我有看到当时他在讲的时候旁边也坐着人，而且他应该是正在讲的时候，也恰巧我有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刚刚开门从他的边上就是走进办公室，然后我就越想越气，越想越在计算我能不能把这件事情推到人资的可能性。然后最后呢，我分析了一下，我决定还是把他告上了人资，因为我当时想有一个我好朋友也听到了，然后其他还有1-2个人肯定是有证据的。后来
因为这个事情在一间公司里面其实是人资是非常不想碰的事情，因为很麻烦。然后后来经过你知道招人证啊，去听，他们还听了电话录音，就是电话录音是旁边可能好像是有个同事正好也是打电话把他的录音调出来，看看能不能隐约听到他当时有没有说这个话。但是后来我那个巴西同事他也承认了有这件事情，但是他解释了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他当时很累什么之类的，有压力，然后客户可能语言不好，一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说他也道歉了。但是我还是决定你知道把他告上去，最后如我所愿，就是说事情他得到了很严厉的惩罚，然后基本上当时名誉也毁于一旦，因为这个事情搞到上面，然后上面又和所有的组长讲以后这种事情不能发生，所以说也算达到了我当时想要达到的效果。因为我觉得他是一定是需要被提醒的，不能这样做的，因为我觉得我对这种人是很难忍受的。就算他不是直接讲到了我的民族或者是我的宗教或者是我的任何的有关的让我觉得不舒服，而且是在公众场合，我都会去以一种方式或者是回避。因为当时我不回避的理由是我有证人，所以说我没有回避，会以某种方式去跟他去对抗。所以说我后来其实觉得我当时有点做得太冲动，因为我确实觉得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当下我可能比较冲动，还是把他给告了，而且弄得别人可能大半年都不怎么开心。然后后来很自然的我们基本上就不讲话了，因为当时我告的时候我也预料到这个结果了，因为我觉得你触犯了我的底线，就算以后不讲话也就那样了。但是我有点后悔的是，我觉得既然知道别人不是故意的，为什么我当初没有给别人一个机会？这个是我后悔的点。如果换作是我现在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心浮气躁了，可能当时我会走到他面前跟他说，会跟他说可不可以，你为什么刚刚要那样讲？如果他当时很真诚道歉了，跟我讲了理由，他为什么要那样讲，我可能就不会去把这件事情搞大，也会说给一个机会，因为毕竟是同事。好了，今天不拉不拉又讲了很多，我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关于歧视的故事，但是今天太长了，下次有机会再分享给大家。今天呢，这一系列的讨论和事情呢，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些启发，让大家想一想，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到你的身上，你会你知道想到怎样理性的或者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什么又是最好的办法，或者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呢？是得到赔偿，还是得到一个真诚的道歉，或者是你有可能原谅对方，你得到了一位朋友？所以说我觉得没有正确的解决方案，只有你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然后想去走怎样的路。好了，今天就到这边了，下次有机会下次有时间再来讨论一些其他的话题，下次见吧。还有如果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